今天我们要吃名震天下的湛江生蚝，体验一下生蚝自由的快乐。从市区的大连锁一直到产地路边的烧烤摊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们先去吃个海鲜粉，先垫垫肚子。榕树湾美食坊，试看看。我要一个海鲜粉，豆浆、油条各一个。哇！对对对，长的海鲜肉啊，海鲜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你们有名的，是不是？水井油条，对吧？啊。哦，漂亮漂亮啊！来拿到我海鲜捞粉啊，好多的料啊，澎湃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个水井油条和一个豆浆，这也是在这边必吃的。水井油条，老板说他们做了40多年了，因为这个店呢以前是开在水井旁边，他们炸的油条呢就叫做水井油条。不过因为水井那边的房子变成围楼了，他们就搬到这边来。来，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海鲜捞粉吃看看啦。粉非常的滑溜，咕噜就不见了，很多的海鲜的鲜味，尤其是贝壳类的鲜味，看起来浓，但是不会过咸，味道还蛮刚好的，不错。再一口，夹不太起来。试看看虾，鲜味足，锅大锅煮嘛，不脆弹的，蛤蜊，弹弹的肉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好像是红螺肉，试看看啦。就像小干贝那个感觉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，然后搭配起来那味道就是一个很融合的海鲜的鲜味。哎，早上来一碗，蛮满足的。它这边还有辣椒，我们加一点试看看啦。又咸又辣，哎，加了很够味，就我加多了，加我1半的量就好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对，可以可以。来，凉的油条不够，刚刚出锅了，就整根就可以来吃看看啦。一口啊，烫着呢，外壳微脆，满满面香，一点也不油。虽然看起来不大，其实沉甸甸的，手感很扎实啊。来，油条蘸豆浆，必不可少了。酥脆中带面香，面香中带着豆浆的醇香，哎，确实不错。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来下一家湛江开在商场里面的大连锁啊，为什么要来他们家呢？因为一个可以跟街边小摊对比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，因为中午只有他们家开。走吧。来，他这边呢就是扫码点餐，6个蚝，3种口味，55块，我们试一下。另外也点一下这边特色的湿辣牛肉。比较奇怪的是这边应季的都卖完了，这个表示我现在吃的不是应季的吗？是不是去年冬天下来的？你好，这边上一下元气3蚝2碗哈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上一下湿辣牛肉哈。好，谢谢。3块6一根，6根起点。刚刚那个小姐姐说湿辣牛肉得先吃，我们从湿辣牛肉开始吧。还蛮好吃的，带一点炭火香，烤到差不多7成熟，很软很嫩很湿润。不过呢，刚那一口啊，其实是湿牛肉还没有辣。所谓的辣呢，是来自于旁边的辣酱。我们沾一下，还是没什么辣，微微的一点辣味冒出来。据说是一家叫谢龙轩的烧烤铺发明的，不过我现在没开门，我就在这边试一下了。来，趁这个生蚝还有点温度，赶快来吃。6颗55块钱，所以1颗差不多是9块钱。这个大小啊，其实还是蛮大的。蒜蓉口味呢，也是湛江这边发明的。你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啊，逃不掉的口味就是这个蒜蓉口味。来，马上试看看啊！哇，哎，第一口湛江生蚝，
真的跟我以前吃的生蚝不一样哎，完全没有那个腥味，鲜脆很嫩，然后蒜蓉的味道跟那个海的鲜味会汇在一起啊，真舒服。来，这边还有一点汤，喝一口。哦，又涮又鲜，这感觉配饭的话超赞的。来，下个口味，这应该是剁椒的吧？满满的剁椒啊，感觉应该也不错啊，试看看啊。不能吸，这个剁椒味道稍稍重了一点。这个蚝也没有上一次惊艳，稍稍这个腥味就出来了，不过也算是不错了。来，最后一个柠檬口味的，感觉也是不错。这是泰式柠檬，上面加了香茅，我很不爱香茅，但是蚝本身呢带点鲜甜，带点海味，还是可以的。眨眼就剩最后一个了，6个生蚝基本上也就是6口了，来吃掉啊。这个生蚝虽然是在这个连锁店，感觉有点商业化，但是其实已经吊打我以前吃过的所有生蚝烧烤了。就不知道晚上正在关渡镇用当地生蚝最新鲜的烤的，这味道如何？来期待一下。谢谢啊，吃完了，跟你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我后面就是这边其中一个入海口的支流，那蚝干呐，钓的蚝。真的是密密麻麻的，河都要变成黑色一片的。你看路障都是用蚝壳堆起来的。大家看前面就是钓养的蚝，不过这应该都是小蚝，等它们长大一点再往外移，慢慢外移，然后让它慢慢长，越长越大，到3、4年的时候就可以收成了。那在我旁边呢，就是著名的关渡生蚝批发市场啊，很多蚝农自产自销的生蚝就在这边。我们来看看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哇，好大好肥啊！这个4块钱1斤，好便宜哦。都是在旁边那个入海口那边养的吗？啊，我们这是生川的。那有句话说，中国生蚝看湛江，湛江生蚝看关渡。但是啊，整个中国的海岸线都有在养生蚝，为什么偏偏是关渡这边特别厉害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湛江这边呢，占了广东大概50%的海岸线，然后又是深入的内湾，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呢，特别适合生长，然后污染在这边也特别少，所以嘛，自然而然就成为生蚝的这个大产地了。全中国好像10%的生蚝在这边产的，但是啊，很多大一部分的育苗都是在关渡这边育苗的。这边生蚝都是钓养，是不是？钓养生蚝。哦，漂亮漂亮，这是养几年的？4年的。这边就是鳍，是不是？就是呼吸的地方，鳃啊，哇，也就40块钱。啊，弄好的40块钱，哦，其实不贵呢。不贵。我看一下，这可以拿一下吗？我来拿一下。这个是上面跟下面嘛，这个就是蚝仓，是不是？上面这个是下面。下面要肥才好吃。哇，挖出来的就非常漂亮。这边都是正常养殖的生蚝，对不对？3倍体也有，但是人家拿来做生意的。啊，我感觉它好像很多人说3倍体不好吃，是不是？对啊，3倍体不好吃。啊，跟这个不一样，对吧？3倍体的那些蚝都是粉的，没有什么肉的。2倍体就是正常的生蚝，会自己繁殖的有2对染色体。3倍体是科技的产物，3对染色体不会自己繁殖。那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因为2倍体它自己繁殖的时候，繁殖季的时候，它就会掏空自己嘛，要繁殖嘛，所以就会瘦，然后而且还长得慢。3倍体就是把它咔嚓了腌了，所以它的蚝身只剩下吃，所以拼命吃拼命长，就又肥又胖，长得快。但是啊，这边的人都说3倍体比较不好吃。听说了，很多福建的蚝或是便宜的蚝都是3倍体。你看，虽然这个没洗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一圈一圈的纹路，一圈大概就是1个月。然后关渡的生蚝呢，大部分这个边边都是比较圆的，不是那种细长型的。你看到圆圆的。刚刚那位大哥呢，还拿了个蚝直接开了，问我要不要吃。老实说，我有点不敢吃。这个因为生蚝是滤食性的贝类嘛，所以它吃了很多水里的浮游生物啊、微生物啊，然后吸收了各种的这种可能啊重金属和细菌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要小心。这个最好是煮熟再吃。然后我看很多摊位上面都在烧这个木头啊，我还想说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是取暖用的，是吧？取暖是吧？这些壳还有用吗？啊，好了，那这个生蚝市场也逛得差不多了，继续找个地方吃烧烤了，走。来这边一整排店铺啊，刚好找到一家烧烤摊，
感觉也是很道地的，毕竟四舍五入就是在批发市场旁边嘛。走去看看。阿公，这就是旁边买的生蚝，是不是？会先来一个干炒牛河，牛肉炒粉。谢谢。来，烧好还没吃上，先撑不住点了个干炒牛河，来这边叫牛肉炒粉，香。油香油香的锅具，味道不是很重，我觉得对我的口味来说可以再咸一点，但是啊，确实好吃的。我会调点辣椒来加，来加了辣椒了，我们再吃一口啊。香辣酱香，蛋跟肉的味道混在一起，看起来加的油多，但是炒起来，你看盘底都没有油，真是不错。牛肉炒粉都快吃完了，好像忘记点生蚝了，去点一下。那我要48的一打，但是一半原味，一半蒜蓉，好吗？这1斤是吧？啊。好一点。这边都是吃70%左右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开了。哦，肉很大一块哎，70%左右差不多。可以。对，太熟会缩水，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终于拿到我的生蚝啦！我是一个原味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蒜蓉的。蒜蓉里面呢有3个加的辣椒。我们先从这原味的试看看吧，有点难打开啊。这一个闭壳肌很强啊，哦，卡在了另外一边，拿起来就是这样。来，一口啊。鲜甜中带着脆感，脆感又带那个海味，没有加任何东西，就是那个淡淡的咸味，哇，完全带出那个鲜味来。来，再一个。我这打开了，里面还有一点点那个汁呢，奶白的，就海中的牛奶，一口，哇，真的很鲜甜，海鲜的精华就在那一口。这个原味的嘛，问题就是闭壳肌都卡在上面，我都弄不起来。哇，你看这个也是很漂亮啊。它这个大概是3个1斤，一打是48块，也有38块的。老实说，我感觉应该差别不大，叫38就好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换吃个蒜蓉的。海鲜加蒜蓉就是赞。这生蚝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美容院，这大家都听过吧？那这个是因为呢，生蚝的营养非常丰富，除了蛋白质跟脂肪，还有很多微量元素，人需要的锌跟钙都有。尤其是叫做海中的牛奶，就是因为它的钙含量很高。跟牛奶差不多，有时候甚至比牛奶更高呢。来，这个辣的，这个是加了点他们自制的蒜蓉辣椒，哇，一口啊，其实我觉得辣椒吃不太出来，不够辣，不过加了蒜蓉，确实跟这个鲜真的是配。这个生蚝啊，真的新鲜的好吃到啊，苏东坡老爷啊都不愿意跟人家分享。他以前在晚年的时候被贬到海南儋州嘛。然后呢，他就写家书给儿子，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为父啊，在海南发现了好好吃的这个豪宅，千万不要跟朝中的大臣讲，不然呢，他们都要来海南跟我抢了。”本来嘛，在市区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挺不错的，但是啊，吃完这以后，我觉得有机会还是真的要来产地吃，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还好吃啊，拜拜。
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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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终于吃完了，在产地的小店啊，果然不会踩雷，真的是不错，建议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而且大家都很热情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